还钱！今天不开门，我就把你老婆孩子拖出去抵债。古井有龙，有缘可逢，龙珠极显，龙宫将现。舒瑶，果果，你们还活着！林海，你少装疯！你欠的债，凭什么让我姐和果果替你还？我叫林海，20年前我烂赌成性，欠了一身债。沈曼和刘坤几句话就把我骗走了。那天，我丢下了舒瑶，也丢下了果果。可我刚到火车站就被他们骗光了钱。后来我拼命往上爬，终于有了钱，也有了身份。等我回头找他们的时候，才知道他们连夜躲债，车翻进山沟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林海，钱还不上，你老婆长得倒不错，先让她交点利息。不准欺负妈妈！林海，你放他们进来就是为了这个？你干什么？钱我会还。就你！但你敢动我老婆孩子一下，我先送你下去。行，3天见不到钱，老子卸你一条腿！林海，这日子你不过了吗？舒瑶，钱我会还，我会补偿你们的。补偿？林海，你这句话我姐听了多少遍了？我姐坐月子发烧，你在赌；果果半夜吓醒喊爸爸，你还在赌。你爸和你大哥二姐都被你气到断气了，你还想怎样？以前是我混蛋，从今天起，看我怎么做。妈妈，我渴。果果，爸爸这就去给你打水喝。林海，姐，他要跳进讨债。我家井底有龙宫。我能在水里呼吸了，我吞的是龙珠。此地曾有龙王居住，留下龙源，得龙珠者可获龙王之力，水下如履平地，力能扛鼎。这居然是真的！这个羊皮毡发着金光，肯定也是好东西。这是龙宫的藏宝海图，可以显示龙宫宝物的位置和品级。4星级宝物就在这里了。金沙、钱币，这么多藏宝点，这龙宫不就成了我的专属宝库了吗？这可比上辈子赚钱要容易得多。不，这哪是赚钱，这不捡钱吗？野生金鲤，这么大个的，这玩意儿少的不行，卖出去怎么着也能上6位数。瑶瑶、果果，这辈子我一定要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嘿，还想跑？我这体质起码提升了10倍，你跑得掉吗？这也拿不下了，鱼都要跑了。海图有储物功能，这下省心了，只管探宝。有更大的货，走！他跳井了，他跳井了！姐，你别慌，我去找林海他大哥二姐。妈妈，爸爸怎么不见呢？爸爸去给你打水了，很快就回来。那我等爸爸。你撑不住了就跳井，留下我和果果怎么办？好大一串珍珠项链，舒瑶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戴过一件像样的首饰。巨型石斑鱼群，赤手空拳几条还行，要想一网打尽，现在剩下的体力不一定够，先回去拿家伙。
林海这个王八蛋，果果这么小，他居然跳井丢下你们！一个大男人为了逃避责任这么懦弱。淑玉嘴上不饶人，可每次我被追债，她都是一边骂一边把工资拿给我还债，说最后一次。她们姐妹都被我伤透了心。水鬼？不，误会！你们看，我搞到的大金鲤，能卖不少钱，这个家以后会越过越好。林海，你又在欺负舒瑶？姐，我没有。还没有？你自己看把他们吓成什么样了！舒瑶，走，你跟果果到我家住。舒瑶，等我，我这就去卖鱼，我马上就带钱回来。姐，你千万别相信这个人渣，不能再给他机会了。不会了，我不会再信他。张总这人没别的爱好，就喜欢鱼，只要有好鱼，大单说签就签，必须拿下张总的江城商宴，才能让临江鲜在江城真正扎根。整个县城的市场都翻遍了，怎么连一条像样的鱼都没有？这不是秦婉清吗？临江鲜酒楼的老板，未来高端餐饮的龙头，这鱼和古碧金沙有出路了。极品野生金鲤，40红金，整个市场找不出第二条。什么？极品野生金鲤？通体金红无杂色，鳞片完整，尾鳍飘逸，至少4岁，野生的。哎，曼曼，那不是林海吗？那鱼好漂亮啊！你说要，他肯定巴不得求着你拿走。不过一条破鱼，再漂亮又怎么样？还能卖出花来。就他能弄到什么好货？去年京城拍卖会，一条30金鲤拍了8万，你这条比那条品相还好，20万，我要了。什么？20万？林海，这鱼我挺喜欢，送我。你要不要去看看脑子？20万的鱼，你让我白送你？20万成交。果然是临江鲜总裁。怎么称呼？林海，秦总，我手上其实还有些祖传的金沙和古碧，想找人看看。您认识的人应该不少吧？祖传的，我倒是有朋友开古董店的，就在附近，我陪你去看看。太好了，秦总，东西就在我身上。林海，这20万拿来吧，我当刚才什么都没发生，不然我再也不理你了。让开，没工夫理你。林海，慢慢跟你说话呢，怎么现在耳朵不好使了？别挡路。他居然不理我，他以前从来不敢这样，只要看到我第一时间就粘上来了。曼曼，你别上当，他就是突然赚了20万，觉得自己腰杆硬了，故意在你面前装呢。就走运捡了20万而已，他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他呀，就是欲擒故纵，想让你主动找他。哼，做梦！就算他把20万全部送到我面前，我也不会原谅他。周老，我带了个朋友来，想出手点祖传的东西。哦，小伙子带了什么东西？拿出来看看。不错，这金沙的纯度90%以上，不是现代提炼的，是天然沙金，还真是好东西。周老，我还有东西。这是永乐通宝？不对，这是永乐年间福建船队铸造的特制铜币，市面上一枚至少10万。10万？就这一枚？这枚是万历，这枚是嘉靖，还有这枚天启年间的海茂铜币，这跟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有关。这一批货，我给你开25不30万。30万？这几枚铜币这么值钱，这都能在东海买套房了。怎么，小伙子不满意？
这价格已经很公道了，我很满意，成交。小伙子，要是家里还有这样的祖传老物，直接来找我，价格绝对公道。一定。金粒20万，古币和金沙30万，现在手里正好50万，可马三的赌债也是50万，这点钱还不够让舒瑶和果果过上好日子。恭喜你啊，林先生，再努力就是百万富翁了。多亏了秦总您，又是买鱼支持，又是介绍古董店。好啦，别客套了，你今天可让我长见识了。30万的古董，20万的大经理，你可不像一个普通渔民啊。我就是赶海的普通渔民，天生力气大点儿，最近才转运。普通赶海人，我可不信。衣服虽然简陋，但是谈吐气质不凡。我的临江仙要做强，必须先拿下他的独家供货。你来干什么？家里没钱给你，舒瑶和果果也不会跟你回去。他以前见到我是害怕，现在连怕都懒得怕了。姐，我不是来要钱的。不是要钱，又是来认错的。你认过多少次了？哪次撑过3天？这么多钱！林海，这钱到底哪儿来的？你是不是又去赌了？还是借了高利贷，让人过几天上门堵我姐？不，这钱是我刚刚赶海挣的，我已经发誓以后绝不会再赌。赶海挣的？你骗谁？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见你赚钱。林海，这钱到底怎么来的？我今天在花鸟市场卖了一条金鲤，临江仙的秦老板20万收的。20万？卖鱼能卖20万？姐，我告诉你，他肯定又在外面搞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，又是这么多钱，不是我们能负担得起的，你一定要跟他离婚。你每次都说改，转头又去赌，又去找那个沈曼，这回编个20万，谁信？我和沈曼已经划清界限了，以后我赚的钱全给舒瑶，让舒瑶来管。妈妈，爸爸会变好的。这个是爸爸今天在海边找到的，送给果果。谢谢爸爸。行了，东西送到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走走走，赶紧走，拿走你这脏钱，别来找我姐。小姨，爸爸不是坏人。小傻瓜，几块小石头就把你收买了，跟你妈一样，心太软。果果，你还小，不懂。舒瑶，走，别再祸害舒瑶了。舒瑶，我知道现在你们不信我，但我会用行动证明。我必须赚更多的钱，把我欠这个家的一样一样补上。老板，有结实的鱼叉没有？有，这把你拿去看看，纯钢打的，3股插头，海里多大的鱼都给你插上来。鱼叉60，绳子20，一共80。我现在就去把那条项链弄来给舒瑶。好家伙！一群，来得好！跟我走。终于拿到它了，我真不是个东西。这是我第一次送瑶瑶的礼物，还剩些体力，可以多摸几个点。牛血红，一整株完完整整的牛血红珊瑚，这个好出手。2000年珠宝店都在大量收料做首饰。游了半天，居然才1%，这龙宫也太大了。左前20米，3星级宝物一件。那些特别亮的金色光点是4星级起步的，
但是更深，麻烦的东西也多。等体力恢复了再来吧。先生，看点什么？有没有精致点的首饰盒，送礼用的？盒子。妈妈，你看，林海他也在，我就说他肯定在欲擒故纵，在这里偷偷给你挑礼物。之前这么对我，就算他真给我准备礼物，我也不会原谅他的。怎么就几个盒子？你给我挑的礼物呢？你不会是想拿便宜货装品牌货来糊弄我吧？这珍珠颗颗圆润，淡粉光匀，一颗至少5万，这一整串少说价值30-40万。30-40万？林海，你哪来的？快，不用装盒子了，给我带上。一边去！林海，你弄疼我了。给我用你们店里最贵、最漂亮的盒子装起来，送我老婆的。什么？送你老婆？林海，你以前看都不看那个女人一眼，我要什么就给我买什么，现在你居然送那个黄脸婆几10万的项链！你算什么东西？跟我老婆提鞋都不配！林海，你以前从来不敢这样跟我说话，再这样我再也不理你了。以前怎么没发现我这么有魅力？还有天天被骚扰的时候。就要这个，给我把项链装起来。马上给您办。我这儿有好东西要出，叫你们老板出来吧。牛血红珊瑚还是一株完整的，先生您稍等，我这就叫老板。纯致密宝石料，净重280克。小伙子，110克我收了，一口价2万8。这么小一块东西，又挣2万8，价格还算公道。行，成交。项链好了吗？好了，先生。林海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刚才是在故意气我，把项链给我戴上，给我道歉。你不是一直想约我吃饭吗？这次我可以答应你。女士，请您出去，再闹事儿，我们真报警了。先生，您老婆真是好福气，我要是有个这么疼人的老公，做梦都能笑醒。秦总，电话里说我不来会后悔，最好是这样。我可是推掉今天行程过来的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张会长，今天是想跟您商量一下，江城商会的年度宴会能否在我们临江仙这里举办？秦总，这生意不是找点借口把我叫过来就能谈成的，我不吃这一套。这是野生金鲤，这么大的品相，这鳞片，这色泽，我找了3年，整个省城翻遍了都没见过。秦总不愧是知名女强人，直接把我心思摸透了。下周我们商会年度宴会，我同意定在你这儿。谢谢张会长给这个机会，你就做好准备，到时候江城有头有脸的老板全到，你们临江仙一举成名的机会来了。还有，这金鲤谁弄来的？必须给我引荐，必须！是我认识的一个小兄弟，宴会那天我一定让他来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林先生，你这是？巨型龙胆石斑，这起码300斤吧？这么大的龙胆石斑，就算在深海找到，也凶得要命。你是怎么弄上来的？运气好，潜水碰到了，就给他抱上来了。你这水性也太厉害了，这品相当海鲜至少翻倍价。林先生，这龙胆石斑市价100块1斤，这条我给你3万。成交。不过秦总，这样的其实我一共抓了9条，但是你也看到了，就我这破3轮得拉9趟。什么？还有8条？行，我一并买了，给你27万，有空就把剩下的送来。之前的50万用来还马三的50万，现在这红珊瑚和这批石斑的30多万，算是我真正的资产，终于能让家里喘口气了。秦总就是爽快，这鱼挺重的，我帮您抬进去吧。这是人吗？这鱼300斤啊！难怪他说顺手就给这鱼抱上来了。我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厉害的渔民，必须得想办法留住他，不能让他被别人抢走。秦总，这鱼缸这么大，怎么是空的？别提了，当初花了大价钱做的，想弄成县里独一份的景观。这回商会年度宴会定在临江仙，省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，这是我这酒楼露脸的大好机会。可跑遍市场都找不到撑场面的，我怎么把你忘了？林先生，弄鱼这事儿能不能麻烦你？你想要的什么样的？最好是市面上不常见的极品观赏鱼，成对的，颜色也最好一红一白，金玉满堂的意思。
龙宫最常见的就是外面不常见的。交给我吧，我能搞定。林先生，这可不是开玩笑，你要是真能搞到，价钱随你开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又来干什么？舒瑶，这个给你，是我给你道歉的礼物。妈妈好漂亮！你赌债欠了这么多，还搞这些花样，不就是想让我姐心软？等我姐回去了再霍霍我们。这些珍珠不花钱，我赶海赶来的，我有办法赚钱，而且已经赚了很多钱，马上我就去把债还干净，咱们就能过好日子了。又想骗我姐，赶紧走！舒瑶，以前我混蛋，把你们丢下不管，以前欠你的，我会一点点还，证明给你和果果看的。装什么深情？姐，你可别信他，这珍珠肯定不值钱，就是拿来哄你回去的。你可不能再着了他的道。妈妈，我帮你带。林海，你又想要骗我什么？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姐，我会计工作辞了，等我这月工资下来，咱就出县里，我带你和果果走，离开林海那个人渣。蓝色光点，这又是什么东西？能引水族亲近，这不正好用得上？这珠子泡了不知几千年，捞出来还这么亮，表面光滑的跟镜子一样，恐怕周老见了又要激动了。9颗夜明珠，秦婉清那鱼缸要是放入这珍宝装点，那排场可不是一般的大。宝贝是挺多，但这次要的是鱼啊！这亮度是5星级，就是那儿了。白金雪龙鱼，赤血红龙鱼。这2只变异个体随便一条都是天价，完美符合秦总的需求。这里怪鱼太多，体力也快见底了，不能贪，就抓这2条。果然有用。这回差不多了，先撤。林先生，你终于有消息了，明天就是商会宴会了，鱼的事。秦总，搞定了，2条龙鱼，1条白金，1条赤血。什么？白金雪龙鱼、赤血红龙鱼，简直完美！林先生，这2条放在一起，整个省城的水族圈都要炸。秦总，我林海承诺过的事，都会做到最好。不过只是这样，离完美还差点意思。难道说，林先生你还有其他东西？你不是想把鱼缸打造成异景吗？我这里还有9颗天然夜明珠。天然夜明珠？只要明天灯一端，幕布一拉，临江仙将会变成龙宫的样子。好，林先生，你真是我的福星，我现在就派车来收鱼。明天宴会可一定要来，你可是大功臣。这路子开始宽了。哟，今天这阵仗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啊！先生，请出示邀请函。林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是走错了吧？这里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怎么有狗在这要乱咬人了？他叫林海，欠了很多赌债，到处攀关系借钱。今天宴会有这么多大老板在，可千万别出什么岔子。这位先生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怎么回事？秦老板，这个老赖是混进来蹭吃蹭喝的，我帮你拦住了。他是我请的客人，你是谁？我是跟秦总，对不起，秦总他不懂事，我带进来的人我负责。管好你的人。林先生，就等你了，快进来。刘坤，
你求我带你过来，就是为了给我找麻烦的？这疯女人你要看不好，以后别想来江城混了。对不起，朱总，是我没交代清楚，绝对不会犯了。呸！不就因为运气好弄到一条破鱼，弄鱼总裁给他面子。少说两句，这里的人咱们得罪不起。秦老板，我们可都听说了，今天有比你那金鲤更好的鱼，最近市面上连条像样的观赏鱼都没有，不拉出件件来，我们可不信。哎，别急，秦老板的信誉大家还不知道吗？秦老板，你可别让我在这么多朋友面前丢脸啊！诸位老板放心，马上就为大家揭晓。对了，张总，张国栋，江城商会的会长，这里最大的咖应该就是他。搭上这条线，这出手龙宫里的宝贝也就水涨船高。张总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林先生，金鲤、龙胆石斑，还有今晚的神秘惊喜，全是他一个人弄来的。咱们酒楼指定的战略合作伙伴。啥时候升级成他的战略合作伙伴了？就是你啊，小兄弟，你一个人真的能搞到这么多顶尖货？真真假假，等张总看了就明白。好，我就喜欢惊喜。那不是张国栋，江城商会会长啊？怎么林海还跟他谈笑风生上了？林海凭什么攀上这么大的老板？我都没弄到这个资格。各位，今晚看的不是普通观赏鱼，而是临江仙送给诸位的一场龙宫水舞。龙宫水舞搞这么神秘，那我可期待住了。光听名头就不简单，秦总是大有准备啊。小家伙们，准备起舞。这是白金雪龙，赤血红龙。白金雪龙，我在省城拍了10几年观赏鱼，只在图鉴上见过，花100万去收都不一定有消息。这条赤血红龙更不得了，去年港城拍卖会的那条品相远逊这条都拍了200万，当时要是这条，最起码300万朝上。2条加一起超过400万，这鱼缸里游的不是鱼，是一套别墅，大手笔啊！这就是龙宫水舞，这2条龙鱼居然还真在跳舞。这龙宫水舞跳得跟彩排过一样，不是亲眼看到我打死都不信啊！秦老板，你是怎么做到让龙鱼跳舞的？张总，这你可就问错人了。鱼是林先生送来的，恐怕只有他能给您解惑。张总，这鱼天性如此，但也有差距，训可训不出来，是靠经验挑出来的。怪不得好货都在你手上，原来要点个人功力在身。反正你这眼光能力绝了。秦老板，你这水景灯哪儿买的？跟这龙鱼水舞相得益彰，把这水缸衬得确实像龙宫一样。我也想弄一套。您误会了，这可不是水景灯。什么？不是灯？这是天然夜明珠，整整9颗，大小相近，自成一套，而且无裂纹、无打磨痕迹，简直完美。9颗无裂纹。去年保利秋拍1颗3厘米有裂纹的100万落锥。秦老板，这珠子你割不割爱？1颗80万，我全收了。80万你也好意思喊？秦老板，我就出拍卖价，1颗100万。不好意思各位，这9颗夜明珠也不是我秦晚清的。秦总，你该不会说这夜明珠也是林老弟弄来的吧？没错，珠子是林先生的，我没资格替他做主。林先生，1颗150万，9颗我全要。对啊，我出2000万，加上这龙鱼，我全要了。2000万，又是龙鱼又是夜明珠的，他凭什么弄到这么多好东西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以前就一个赌鬼，也从没见过他下海啊。张会长，这夜明珠我已经说好给秦总正刚了，说价可就越俎代庖了。这郎才女貌，眉来眼去，关系难说。那真是可惜，我就不夺秦总所爱了。但以后如果弄到更好的东西，必须第一个通知我。一定。林老弟，你有没有兴趣来我这边？我给你最优的渠道，你只管弄鱼，剩下的老哥全包。张会长居然要挖他？他凭什么运气这么好？张会长，你怎么能当着我的面挖我的人？这林海个人能力堪比一个大船队，一定要把他紧紧绑在我们这艘船上，以后就不愁打通江城的领导关系了。你的人？秦老板，你给了林老弟什么价？我愿意将我个人名下20%干股转赠给林先生，一方面是这夜明珠和龙鱼的价，一方面也包了林先生的优先供货权。好魄力啊，秦总！为了一个优先供货权，
这得多看好这小子。我记得临江仙未来可是上市公司，这20%干股的潜力可远超这夜明珠卖的1800万。这合同一签，我也就有一个稳定赚钱的渠道，龙宫的货可以随时出手。感谢秦总的大力支持，我愿意签。哈哈，秦老板好手段。行，老弟，他秦老板给你20%，我张国琛的大门也给你开着，随时。这两个货居然把这么个红人得罪了，得赶紧跟这两个撇干净。接下来，请大家就坐，品尝我们临江仙精心打造的菜式。哇，这么大的龙胆石包，这得在海里长了多少年？秦老板，这条该不会也是林老弟弄来的吧？张总猜对了，9条全是林先生一个人弄上来的。难怪呀，不是我夸张。临江仙现在已经是江城最顶级的酒楼之一了，林海这功劳用这20%的干股换，绝对不亏。别跟着我，你们的生意我做不了，赶紧去另请高明。别啊，朱总，我可以解释。我解释，我需要你解释。解释你的人拦了秦婉清的贵客，还是解释你们惹的人现在被江城商会会长抢着要？朱总，林海他就是走了狗屎运，翻身绝对是假，要不了几天就露馅。我不关心他以前是什么，我只知道他现在是临江仙股东张会长的座上宾。要是因为你们导致我的路窄了，你们就等着瞧吧。一群白痴，被林海这个废物骗得团团转。等下我就让林海现原形。我们走。林海，你等着。老弟，你说更好的，可别让我等太久啊！老哥可把话撂这儿了。放心，张会长，很快会有结果的。今天多亏了你，帮了我大忙。然后我要给你道个歉，这个股份的事情还没有通知你，我就宣布了。不，我还要谢谢你呢，平白无故得了20%的股份。你能接受我就放心了。你居然还开这个车，我送你吧，过2天再给你配一辆。林海，暂时7、8个人在砸我家的门，你快回来！什么？新车？这还需要车吗？林海老婆，你男人跑了，他的债你替他还50万，今天拿不出来，砸到你出来。哥哥，我怕，还有为了你。果果别怕，我爸在。林海这个瘟神，他自己欠的债，把我们也拖下水。秀兰在医院守着他爸，家里还被砸。姐，别怕，大不了你带着果果走，我跟他们拼了。不开门是吧？弟兄们，给老子！马三，哟，林老板可算回来了。说了3天，怎么都过去几天了？50万拿来。马三，我跟你说了，你来找我，钱我会还。你拿什么还？上次让你拿把鱼叉吓唬老子，今天老子带了7个人，就找你老婆孩子，怎么着？还想耍一次？兄弟们，上！找死！就你也敢单枪匹马找上门，简直自不量力！给我打！不可能！你小子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？啊！我的胳膊！啊！欠条拿来！继续上啊！我好像听到了林海的声音。他俩有什么用？说不定还要把我们卖了。林海，就他一个人，马三他们7、8个人，他怎么对付？姐，我身上还剩下点钱，凑一凑，先把马三他们拖过去。你们待在这里不要动，妈妈和小姨出去看看。是林海，他什么时候还会功夫了？我的天，林海怎么这么厉害？欠条，这，拿着钱滚！林哥，我们再也不来了。 50万赌债回清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拿这张欠条欺负舒瑶和果果。
现在手里还剩32万8，临江仙的股份又不能动，可支配来改善生活的还是不够。林海，你没事吧？马三他们就这么跑了？他们被我劝走了。劝走？刚那拳拳到肉的，你管这叫劝走？你们看，钱我还清了，欠条也还给我们了。50万就这么还清了？你这50万到底怎么来的？放心，我亲手赚的钱。这么几天的功夫，你就赚了50万，还清了你就走吧。这本来就是你引来的人，我们不想看见你。等等，我二姐呢？这几天都没看见她。你二姐在医院守着你爸，这几天都是和大哥在轮班，你倒一天天就知道赌。这几天只顾着宴会和还债，爸在医院那里一直没去看我。舒瑶，等我看望爸回来，我就回来改善家里的生活。林海，你来干什么？大哥，我来看看爸。看爸，爸住院多少天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外面花天酒地，跟那个沈曼鬼混，现在跑来说看爸。大哥，别动手，这是在病房。你别管！闹什么闹？让他走，我没这个儿子。大哥，马三的债我已经还了，50万，一分不少。你拿什么还？你以为我还信你？林德贵家属，我是 CT 结果出来了，肝部占位，但目前身体指标太差，得先调理一段时间才能手术。另外，你们医药费已经欠了30万了，再不结算，医院这边也留不了。30万，上哪儿去弄30万？调理什么调理？欠了30万还调理？回家！爸，欠了钱我想办法凑，你这身体不调理怎么行？爸，你别犟，钱的事我去借。爸，欠的医药费我来结。30万？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你又去干什么坏事了？挣的，我刚刚去临江仙酒店谈的生意，你看上面落款，真的不是赌的，也不是借的。拿走你的钱，我不要。爸，这是救命的钱，我们先治病，如果有问题，我和大哥替他还。我说了，拿走。爸，我知道你恨我，大哥二姐分家都是我的错，但钱是干净的，债我也都还了，我去缴医药费，等你出院，怎么说我都认。医生，林德贵的医药费我结了，后续治疗需要什么您尽管开。这医药费一交，手里又只剩2万多了。30万？这你一次性结清？钱不是问题，不过我想知道我爸这个病为什么这么贵？他肝部占位，但身体指标太差，没法直接手术，必须先调理。常规的方子效果慢，真正有用的东西，有钱也买不到。什么东西？只要有用，我花钱托关系，不管什么代价，我都去弄来。100年份的野生灵芝，这东西市面上有价无市，品相稍好的几万都有人抢，但上了100年的可遇不可求。如果能弄到，调理好了，有概率能彻底治好。100年灵芝，我明白了，谢谢医生。穿的也不像有钱人，但出手就是30万，而且谈吐也不像村里人，这人什么来头？这年头信息相对闭塞，没法全网悬赏，可托关系肯定来不及。或许龙宫还有希望，沉船舰队里我记得有艘药商船，或许能搞到。到底有没有药材相关的？这要翻到什么时候？太慢了。海豚，他们这么聪明，而且声呐扫描几公里，在水下比雷达还准，我完全让他们帮忙啊！你们对这一带肯定熟，帮我找找哪里有药，什么都行。找到了，这么快？你们在害怕？没事儿，送到这儿就行了。谢谢你们。万春堂，看来这是艘古代药商的船。灵芝，这么大一整箱，什么玩意儿？灵芝是他故意摆的诱饵。这畜生比人还精！
够了，这次拿你2条腿，灵芝我带走，下回来再找你取。这家伙能再生，每次来取几条，比杀了他划算。灵芝，爸有救了！这龙宫保养的灵芝对调理身体绝对有帮助。这支船队曾经也无比强大吧？让我来将里面的宝物一点一点重见光明。爸，灵芝给你调理用的。这灵芝哪来的？菌盖这么饱满，我从医20年没见过品相这么好的。小伙子，不得了啊！没想到你真的搞来了这东西，运气比较好，赶海来的。你可别说瞎话了，这玩意儿怎么可能是海里头的？不管怎么样，有了这东西，治好你爸的病又稳了几分。快点拿去炖碗汤。爸，医生都说好，这东西肯定对你身体好。拿走，他的东西我不要。爸，东西是真的就行，你先把身体养好，别的以后再说。灵芝在你手里，先治病，真有什么问题，我跟二妹想办法兜着。不管爸同不同意，我先炖了，你在外面等着。这什么东西？感叹胸口痛了，不闷了。爸，你自己做起来的。前几天翻身都费劲儿，一碗下去就做起来了。昨天还在恶化，今天怎么稳住了？你们给他吃了什么？灵芝汤，就一碗灵芝汤，一碗灵芝汤调理的效果有这么好？这灵芝你从哪儿弄的？托朋友弄的，还有这个30万医药费已经结了。30万你真付清了？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是不是脏钱？你救了爸的钱，这钱我们一家一起扛。谁稀罕你这几个臭钱？爸、大哥、二姐真不用，30万对现在的我来讲是小钱。我在临江县有股份。临江圈？那不是江城的大饭店吗？门口停的都是省城的车，一桌菜顶我们1年收入，你怎么进去的？省城大老板来了都往那儿跑，那是我们去得了的地方。你们不信的话，过2天来看看就知道了。我请你们吃海鲜盛宴，还瞎吹！过2天我出院，去那什么临江圈看。爸，你就别去了，你身体还没恢复，不适合吃海鲜。是啊，爸，我们先去看，然后等你身体好一点，咱们一起去。哼，反正别想帮这小子糊弄我。这什么东西？这是太平洋深海才有的大王红章鱼，我在省城干了10年，没见过这么大的，还活着。看不动，这东西肉比牛筋还硬。活的，还他妈是活的！你这一刀比我厨师傅干了20年还利索。力气大而已。这东西能再生，每次割2条，过阵子长回来，长期有货。限量供应，1斤3000，1条8斤24000，2条48000，1个月送1趟，光这个就小5万。做成招牌菜，1盘上万，省城那些老板抢着预定。就这么定。你现在手上还有什么？之前在龙宫远远看到成片的珍珠贝，看着也不像普通货色，应该可以弄来出手。我需要碰碰运气，不过不一定是鱼。好，反正你也没让我失望过，需要什么帮助你随时和我提。帮忙的话倒是有件事，过2天我家里人要过来看看，帮我留个最好的包厢。你家里人，那必须把最好的包间给你留着。果果，等下我网修好了，咱们去塘边捞蝌蚪。好呀好呀，哥哥等我。二姐，明天中午临江仙，秦老板留了包厢，叫上大哥都去。真的？秦老板亲自给你留包厢，行啊你。临江仙的包厢，那地方是一般人能进去的？你没瞎说吧？临海这段时间真的不一样了，明天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姐，明天一起去。我倒是要看看他是不是真能在临江仙订包厢，要是假的，你也能彻底死心。明天几点？你愿意去太好了，11点。谢谢你，舒雨。谢我干什么？我这是让我姐能好好看穿你这个骗子。爸爸，果果也要去。去，明天果果坐爸爸旁边好不好呀？好呀，爸爸举高高，再举一次。
小丫头，明天二姑给你搭最好看的辫子再去。小丫头，这就是临江仙，这也太高级了吧！我们穿成这样进去，门口停的全是省城牌照。要不我们换个地方？来都来了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圆这个谎。二姐、大哥，都愣着干嘛？包厢安排好了。林海，我们穿这身不合适吧？是林海的家人吧？我是临江仙的负责人秦婉清，一路辛苦了，快请进。这酒楼老板居然真的会亲自出来接林海，他们真认识啊！走吧，自己人的地方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他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？该不会是花钱雇的演员吧？不太像，这么大的酒店，肯定不会坏自己名声。大家请坐，不用拘束。清蒸石斑2800，一桌下来不得上万？这么多钱肯定要付。你们是林海的家人，别管这些。林海现在是我临江仙的股东，以后你们随时来。秦老板，他真有股份？这有什么好骗的？这得多少钱？舒瑶，尝尝，果果，来，这个好吃。这要搁半年前，打死我也不信你能在这儿请我们吃饭，跟秦老板这样的人谈生意。小海，你真的出息了，真的学好了。二姐、大哥，以前欠你们的，我往后全部都会10倍补回来。学好了就行，自家人说什么欠，来干了。舒瑶，我以后不会再让你和果果受委屈了。光说好听，这辈子我身边的人都必须让他们过上好日子。灵芝汤喝了这几天，脸色一天比一天好。上回来的时候连床都下不了，现在都有力气自己整理衣服、穿鞋了。念叨多少遍了，我这不是好了吗？我高兴还不让念叨。爸妈，你们怎么又跑来了？果果、小峰不用人陪，你还来干什么？天天闲的往这里跑，你怎么赚钱？就是想着糊弄家里人。爸，你可别错怪林海，他真没骗人。临江仙的生意也是实打实的，我都跟着去看过。秦老板对他客客气气的，他真是那儿的股东。爸，林海今天是来接你出院的，手续他一大早去排队办的，我来的时候都弄好了，他一个人去跑的。可不是，以前油瓶倒了都不服，现在不用人交代，自己全办完了。妈，他是真变了。来就来吧，买这么多东西，柜子里都塞不下了。爸妈，这是2万块，出院了买点好的补补。刚挣俩钱就这么乱花，手里存不住东西是吧？爸，2万块说掏就掏，做生意才几天，钱要省着花。咱们家以前欠债的日子忘了，被人堵在门口砸门。妈，别说了，我怕哪天又变回去。妈，不会了。你大哥今天怎么没过来？工地赶工，走不开。大哥工作不稳定，要不是当年卖新房替我还债，哪会落到这步？都是我害的。以后必须得多赚钱，给家里人都帮衬一把。妈，我最近打算拓展业务，等稳了就让大哥过来跟我干。拓展生意？做什么生意？你以前瞎折腾赔的还不够，欠了一屁股债，连累全家。这会儿刚挣俩钱就又飘了，到时候我再亏个底朝天，你大哥跟着你喝西北风去。爸，这次不一样，我心里有数，稳赚不赔。哼，有数？你哪次不说有数？我看你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。孩子有心是好事，你少说2句。我欠大哥的，肯定不能让他跟着我吃亏。反正你要再敢让舒瑶和果果跟着你吃苦，我拼了这条老命我！爸，我明白。先去找南洋白珠，给秦老板个说法，再找机会给张会长把事儿办了。等人脉资源差不多了，就该弄我自己的产业了。要不是标记了，这里真得迷路。太小，不行，而且光泽暗。我再看看标记，好像找错了。就是这里，南洋白珠，秦老板那边能交差了。这批大概有上万只，或许能试试养在外面，搞自己的产业。这颗透亮，秦老板看了得叫珠宝行的人来。这颗不行，得挑最大的拿去先展示，颜色还要正。先带这些样品回去交差，等沟通完合作，再来弄剩下。
净化水质，这可是养殖利器，以后搞养殖一本万利啊！收获不少了，就是可惜没找到张会长要的顶级货，下回再来。比夜明珠还漂亮。我认识省城珠宝行的李总，明天帮你约。秦老板，有好事怎么不叫我？张会长，你怎么知道？林老弟的动静我早就留意着呢，能不知道？林老弟，销路的事儿你别操心，省城珠宝行那边我来对接。万宝楼，省城最大的珠宝行，老板是我牌友，不用等明天，今晚我就帮你带样品过去。张会长，你这是连我的生意也要抢？秦老板别误会，我就是对老弟上心，他手里出来的东西哪个不是宝贝，咱们都可以帮忙，一起壮大嘛。老弟，上次你说比夜明珠更好的，这都多久了？老哥我天天等着，你到底什么时候给我弄来？已经在找了。已经在找，上回你也是这么说的，赶紧的，别让老哥再等了。行，我尽快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哈哈哈哈哈！村东那3座废弃鱼塘，我想包下来搞养殖。那3座塘荒了多少年了？你行吗？水质我能处理，秦老板答应长期进货，张会长也愿意试。这阵子你确实没让家里失望过，医药费你结的，包厢你订的，秦老板、张会长都捧你的场，这事儿二姐不拦你。秀兰都同意了，我还能说啥？不过话说前头，别再把讨债的招来了。不会了，塘我帮你去清，工地那边收尾了，闲着也是闲着。等塘稳了，攒点钱，我去隔壁县把周敏和娃接回来。舒玉，搞养殖进出账多，家里就你懂会计，你来帮我管账。我先看看你的账再说。姐，秦婉清又是送股份又是签珠宝行，一个外人凭什么这么卖力？他们是生意。生意？你见过哪个生意人白送2成股份的？姐，那个秦总又没被他伤害过，也许就看上眼了呢。现在林海要是真的变好了，你之前的苦不是白吃了吗？没事儿，舒雨，这些年我明白一个道理，一个人是没办法去改变另一个的。如果他真的变了，那我相信他一定会当个好爸爸。姐，你这么好，林海他知道吗？这，小海，你放了什么？这是用龙藻液调配的净水液，城里朋友托关系帮我弄的。这也太神了吧！荒了5、6年的塘，滴2滴就清了。记得每次换水滴2滴，别多。这下发财了！妈妈，水里有宝石，在哪？哇，真的在发光，是我爸爸放的。好漂亮！果果，不是宝石，是夜明珠。不对，刚才放下去的不都是珍珠贝吗？没错，是贝，这些叫南洋白珠，销路已经不愁了。张会长那边都一举给我打包票。看来这塘真被你们搞成了，荒了5、6年，谁能想到底下现在养着珍珠？没想到咱们家最不成器的人，现在要成大器了。塘是清了，珍珠也有了，可我总觉得还缺点什么。缺鱼。对，光有深海白蝶贝，塘里空了点儿。明天我去买批鱼苗回来。好啊，搞点副业也好，反正大哥你高兴养什么就养什么，咱不缺钱。万宝楼那边谈妥了，南洋白珠首批50颗，1颗这个数，后面有多少他们要多少。张会长为这事儿跑了3趟省城，人家问他跟林海什么关系，他说是亲老弟。可不就是亲老弟？我不懂珍珠，只知道这南洋白珠会贵一点，没想到也是不得了，给万宝楼那边几个老伙计都震惊，好好给我也风光了一把。3万1颗，张会长这价也太高了。我去，我都打算利用龙宫资源批量养殖了，看来限量养殖出手就好。别嫌多，他们拿去镶一圈碎钻，转手就是12万。你这珍珠的名号已经在省城珠宝圈传开了。看来林先生的前途已经无限宽阔了。
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不成立自己的品牌呢？说得好，老弟要是成立品牌，我第一个投资。先想个名字吧。不错，就叫龙门水产吧。龙门，好名字，正符合你的产品啊，简直就是龙宫里的珍宝一样。江城商会会长的眼光就是不简单，开玩笑都能歪打正着。不过这南洋白珠我打算留一批自己用。自己用？龙门珍珠这个品类不能光靠原材料，我想做成品，自己设计，自己卖。好，从进货到品牌，一步都不让。老弟，你这脑子不搞渔业也能发财。传送这样最好，这么大个龙宫，要是游个遍，可得把我累死。张会长这边始终要给个交代，这回能遇到宝物最好，不行就先瞄着他最喜欢的鱼去。这个亮度不是普通货，起码4星级以上。长成这样也好意思出门？滚滚滚！丑的都吓到我了，还撒娇！我找鱼呢，别挡路。叽里咕噜说啥呢？龙王饿，吃的。是他，要跑，赶紧把这丑东打发了。纯金的魔鬼鱼，这玩意儿确实少见，张会长肯定满意。尾刺剧毒，切勿正面接近。这玩意儿要是扎中普通人，严重时神经麻痹、呼吸困难；刺中要害的话，甚至可能嗝屁了。还好我不是普通人。好家伙，跟我玩心机，有意思。到时候给你弄个大缸玩个够。好，我开挂的，你逃得了？哟，还有其他意外惊喜，等下来找你们。这种突变个体有价无市，拿去拍卖也是妥妥能拍上几百万，用来结交张会长再好不过。马上就是省城水产博览会，是打响龙门品牌的好机会。有张会长帮忙，肯定能拿个好展位。这黄金仔单独养着也挺无聊，少不了其他作陪的。黑帝王值个几万，蓝点如颜值还行，就是不值钱，当点缀搭配了。满天星这条不错，见过卖10几万的。4条香鱼各有千秋，尤其是黄金的这条压阵，够张会长疯了。收工。老弟，说话算话，我可是信得过你，才推了2个会赶过来的，别让老哥失望啊！张会长，先喝口茶。茶什么时候都能喝。老弟，货呢？是不是就在这口缸里？张会长，上回说了，一定给你弄比更好的。今天这缸里的东西，你看了要是还坐得住，算我白跑。你赶紧的，别吊老哥胃口了。这是黄金魔鬼鱼，白化突变品种，起展过1米。去年拍了一条40公分的，420万，这条品性至少翻倍。剩下3条，黑帝王、满天星、蓝点，全是顶级品相，4种绝佳品相凑齐，整个东南亚找不出第2套。你小子真是神了！你怎么知道我刚好被老李头压了一手？张会长和隔壁省的李总斗鱼斗了10几年，应该是遇到对手了。没错。老李那条外国货，老子忍了2个月，前2天又跟我显摆，这回老子让他开开眼。什么外国进口？见过纯金白化的魔鬼鱼吗？黄金这条单上拍至少800万，剩下3条我给你凑个整，打包一口价1000万。感谢老哥，有了这张1000万支票，接下来不管是办展会、扩大龙门，还是补偿家里，都绰绰有余了。我已经迫不及待看到老李被我碾压的样子了。对了，还有件事，正好我也投桃报李。下个月省城水产博览会，江城商会的展位归我管，绝对是你龙门水产宣传的最好窗口，我给你留着展位。感谢会长，我一定好好准备，让江城之名传遍整个省城。
品牌初次亮相的机会，绝对是现在的重中之重。我得拿出点压得住场面的东西。有鱼王，正好博览会缺个噱头，要是搞个特供菜品现宰现做。这么窄，藏在这种地方里面，没有羊皮卷还真不好找。这地方仙境程度，堪比琉璃龙宫啊！韩剧的鱼王应该就是这条尤曼王了，眼力劲儿都没有，直接揍！被我龙翁压了还敢上，够劲儿！服不服？服了，给我进去！这大油鳗也算高档食材了。羊皮卷都说肉质极品，那这条翻倍都不止，少说20万。要是活着拿到博览会上当场现做的效果绝对爆炸。不过这5星灵物呢，到底藏哪儿了？什么情况？都要塌了！七彩玉镯蛇珍珠，星灵物，还好塌方把它震出来了，真是处处有惊喜啊！博览会亮相，震场子的珠子就塌了。还好这玩意儿能传送，不然饱收了一堆，人出不去了。爸爸，这里面是什么？是不是给果果的礼物？让我看一眼嘛，就一眼。马上，马上。小海，你把大家都叫过来，到底什么事儿？好事儿还是坏事儿？你先说清楚，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。放心，不是出事了。亚洲省城水产博览会，张会长把最好的展位给了龙门，我想趁这个机会直接打响品牌。打响品牌，那是省城的大场面，咱们一个刚起步的小店，拿什么跟那些老字号比？是啊，展位再好，没硬货也白搭。那些老牌子随便拿个镇店的东西出来。大哥，林海既然叫大家来，肯定是有主意了。还是瑶瑶了解我。都准备好了？哇，还会发光！小海，这又是什么东西？七彩玉侧罗珍珠，这玉化程度和品相，全世界绝对找不出第二件。要是拍卖，我想起拍价至少500万吧。多少？500万！小海，你花了500万买这个？不，海里捞的，先让你们开开眼。不花钱捞了500万，让我缓缓。我在海边几10年了，都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。这东西你打算怎么用？用全熟珍珠出一套孤品首发，以后别人提起龙门，就是那个有七彩全熟的新牌子。不过现在有个问题，缺一个能压住这种用饮料的设计师。林海，我可以推荐个人吗？她是珠宝设计专业出身的。她叫什么？苏小荷，我闺蜜。她的作品我感觉比市面上的都好看，就是没背景没人脉。你要是愿意用她，我这就打电话。苏小荷，这名字我听说过。上辈子沉寂3年，后来靠一套深海幻境拿了国际新锐金奖，一夜成名。现在确实还没人认识她。让她明天来，带上作品，我亲自面试。小何，你明天把你所有设计稿全带上，别问了，来了你就知道了。舒雨这个推荐，也许白送了我一个未来的天才设计师啊！难得看到舒雨这么高兴。我这是替小何高兴。这是苏小荷，这是林海，我姐夫。林总好。不用这么拘束，叫我林海就行。舒雨说你的设计很有想法，拿出来看看吧。
看来就是它了。这分明是上辈子那套爆火的深海幻境的核心雏形，现在还没人识货，正好落在我手里。这条项链，如果主食用赤核，配使用什么？配南洋白珠，玉化茶油带红彩光晕，白珠是冷调银白，一暖一冷刚好互补。链身用白金做层叠水流纹，中和茶油的厚重感，整体出来就是月光沉在深海里的效果。我叫它深海月色。很好，你被录用了，试用期3个月，薪资按行业标准2倍发。你把这套深海月色打磨到落地，下个月博览会作为我们品牌的首发系列亮相。林总，我毕业2年，投了快200家公司，要么逼我改流水线爆款，要么连图纸都不肯翻完。你是第一个看完我设计直接说能用的人，哭什么？我早说了你的设计不比任何人差，就是那帮人有眼无珠。谢谢你，舒雨，谢谢林总，这套深海月色我一定做到最好。不用谢我，是你的设计本身够硬，之前没人用你，是他们没眼光。林总，层叠水流纹对白金纯度要求很高，市面上的通货做不出那种流畅的无光效果。原料和纯度你都不用操心，我来解决，你只管把设计做到极致。活的，3000年的龟丞相。小娃娃，你能在水里说话，不一般。姓什么？姓林。姓林的，搭把手吧。你被压了这么久，求人帮忙就这个态度？我又不求你，你爱搬不搬？行，那龟丞相你继续躺着。回来，林小哥，我刚才说错了。求你还不行吗？3000年了，就碰到你一个能说上话的。你要是走了，下回不知道又要等几千年。早这样不就好了？你这小娃娃，比我活了3000年的老东西还能拿捏。搬吧，搬开了，我带你去找好东西。这地方犄角旮旯里藏的，我比你那张羊皮卷清楚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别搬开了又跟我摆谱。要是跟老子反悔，等会儿有你好受的。400多年没动过这边了，哎呦，关节响得跟打雷似的。你刚才说犄角旮旯里藏的好东西，在哪儿？急什么？我3000年没跟人唠嗑了，先聊5毛钱的。你一个3000年的老海龟，知道5毛钱？我是不能动，但我那龟孙喜欢去井口下面听你们讲故事。你们村吵架娶媳妇分家产，我龟孙听得一清二楚。回来告诉我，你爷爷嗓门最大，有一回在井口边骂了好久，什么再赌就打断你的腿，整个井底都在震。你爹当年没少挨骂吧？我靠，那是我爸骂我，老龟应该是记差了，以为是我爷爷在骂我爸，这脸丢的都丢到龙宫里了。怎么不说话了？你爹后来腿断了没？腿没断，戒了。你爷爷骂了半辈子没骂改，到你这辈给整戒了。我帮他戒的。儿子把老子的毒给掐了，你们老林家有意思。都说人生没有那么多观众，我家倒好，3000年的老海龟趴井底给我家记史记，家里那些烂事儿合着他全记着。走吧，这偏殿后面有个地窖，塔防埋住了，我记得应该埋着不少好东西。你下去，我这体格下去就卡住了。矢车菊兰，市面上10克拉就上百万，这块830克拉，价格没法估。还有几箱，这回发大了。我去，这箱粗略一估不下200万。嘿，一套做出来怎么也得上百万。这光碎钻就不止200万。这不是原料，是古董成品，估计也是明代宫廷成品。苏小荷看的得疯。用工具抠藤壶，你这是真成精了。活了3000年，没这2下子说得过去吗？地窖里东西不错，蓝宝石、白金、碧玺、碎钻，够苏小荷用到上市了。哼，就这？那地窖是盖偏殿的工匠偷藏的私货，真正的好东西在哪儿来着？被压了400多年，记性不行了。下回来吧，我想起来了，带你去。那行，你慢慢想，我不干扰你了。算了，脑子都锈住了，还是到处逛逛，也许就触景生情，记起来了。你们自己可以先看看，我去喊秦总过来。纸车菊兰，天哪，它在发光不对，像光在它里面动。10克拉纸车菊兰就过100万了，这颗至少800克拉往上。我毕业2年就在书见过，第一次见到真的纸车菊兰就这么大。白金锭这么多，够打几10条链子了。
琥珀原石，碧玺颜色真全，红的、绿的、黄的都有。碎钻也全是1等品，一颗瑕疵都挑不出来。这一桌子感觉都够买下半个县城了吧？他到底从哪儿弄的这么多？这颗蓝宝石做主饰，碎钻为枪，白金链底。这臭林海私藏这么多宝贝，该不会以前都是骗我和姐姐的吧？算了，他也没那个演戏天赋。小何，你看这个蓝的，在灯光下面是透的。哎，你说要是穿一条白裙子配这个蓝宝石项链，是不是比电影明星还好看？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？金丝盘龙，龙鳞一片挨一片，跟真的一样。林总，您今天让我看这些，是打算让我……当然是全给你。龙门现在就你一个宝贝设计师，不给你不摆着浪费了吗？这些这么贵重，全给我一个人用？设计、用料都按你的想法来，不用束手束脚。林总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拿出我全部水平，在博览会之前全做出来，做不好我自觉走人。别想得太重，尽力而为。我有预感，龙门这个牌子，博览会一亮相，省城珠宝圈要炸。借秦总吉言，不是吉言，你这些东西拿出来，龙门品牌就立住了，剩下就是怎么亮得漂亮。上辈子这个时候我还深陷泥潭里，身边除了债主就是骗子。谁想这辈子现在已经在研究怎么光彩雕像了。老张，怎么不来我这儿了？临江仙那边往外放鲜货，比你这干货还便宜，你去看看吧，老刘。一个上午，一个人没有，全跑临江仙去了。林海的货，林海，他一个烂赌鬼能供什么货？以前追着我后面一个劲儿献殷勤，现在做起生意了。还说呢，要不是他，咱们还用在这里卖货，早就搭上姓朱的去江城搞钱了。马三之前不是去找林海催债了吗？怎么还让他蹦跶到现在？鬼知道马三怎么办的事，一个烂赌鬼都收拾不了，白混了那么多年。那你去找马三问啊。去就去，我倒要问问他，一个赌鬼都压不住，他马三在道上还混不混了？马三，你敢让老子吃闭门等？出来！你再给老子吼一句试试！之前让我们找林海麻烦，差点没害死我，不找你算账就不错了。林海有这么牛？真是活得不耐烦了，还不滚！马三到底怎么说？门都没让我进。当初一个赌鬼收拾不了，看见我倒是神气的很。他马三这么多年真白混了。马三指望不上了。但你想，林海凭什么翻身？还不是靠那些货？那些货从哪里来的？也对呀，他能待在临江仙，应该是运气好，发现了好货源，把他货源找出来，还怕抢不过来？反正他肯定会往临江仙送货，跟着他不就知道了？跟紧了，他一个烂赌鬼能弄到的渠道，我们也能。昨天已经在门口蹲了一天，今天带沈曼一起来了，怕我一个人不够他们盯的，到底想干什么？跟了2天了，看来是想看看我的货从哪儿来的。行，带你们去看。我记得刘坤不是有条大船吗？应该是他最值钱的家当了吧？就我这条小破船，他们不会不敢跟吧？他出海了，一个人，一条破木船。一条木船能在海上跑多远？看那些深海鱼，大车骑一条破木船能装下？他肯定在哪个岛上藏了大船，小木船是摆渡用的，先划到外海，再换大船出海捕捞。怪不得没人知道他货从哪儿来的。那还等什么？上船！这条船老子花了大价钱买的，他那破木船想甩掉我，做梦！今天非把他捕鱼的地点摸清楚。跟远点，别让他发现。等他开始捞，我们就知道地方了。以后这货源就是我们的。没错，
到时候让他发现又怎么样？他哪怕有大船，也绝对没有我这艘好，只能看我捞的比他多。等我们占了这地方，临江县的鲜货以后不得求着咱们？他一条锦鲤卖20万，龙胆石斑一条3万，我们也能。这回轮到我们发财了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们跟丢了。你不是一直在水产市场吹你这条船花了多少钱吗？今天这船要是在礁石上蹭一下，不得心疼死啊！这礁石区比我想的还可怕点儿。刘坤、沈曼，你们真是走大运了。这破木船也不值钱，给你们船陪葬吧。他下水了，海面纹丝不动，前面只剩一条空木船，他是不是发现我们了？林海他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肯定发现我们了，他想甩掉我们，快找，他肯定还在附近。进水了，桨呢？船身裂了，桨拔不出来，完了，船要沉了。这条船是刘坤全部家底买的，这一撞恐怕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。都怪你！我说跟远点儿，你乱开什么？现在船沉了，这条船是你全部家当，全没了。我怎么知道有暗礁？我看他不见了，着急。这早就发现你了，故意把你引过来，一个烂赌户把你全部家当沉海里了。我真是瞎了眼跟着你。我的船，我的全部家当啊！老弟，方教授今天回所里了，水产组评委主席，下午有空没？我带你去见见，让他给你好，我这就来。林海，这位就是方教授，省城水产研究所的所长。方教授，这可是水产领域的权威。上辈子我想找他帮忙，不知花了多少功夫，还得有人脉好使，有他认可，以后水产方面要办点事儿就顺利了。这么年轻，你别看他年轻，临江县那些鲜货全是他一个人供的。张会长介绍的人我信，不过丑话说前头，东西好我实话实说，东西不好你张会长的面子也没用。博览会我打算主推珠宝，把七彩玉攒托珍珠作为镇店之宝。为此我还准备来一条油鳗王，打算让临江仙的师傅现场宰杀现做。七彩玉攒说珍珠，好东西，可惜你们好像搞错了。陈启明才是博览会珠宝评委，我是研究鱼的。这个油鳗王我倒是可以帮你看看。我这条海鳗王3.2米，活的，就在外面车上。活的？带我去看看。油鳗王离了深海活不过半天，奇怪，为什么这条状态这么好？怎么样？我就说这小子神奇吧。你能弄到这东西，那你可以考虑参考海产交易节呀。海产交易节？对呀，我都忙昏头了，我完全可以去龙宫搞个标王，给我龙门水产引流。水产大会隔个几天之后就是海产交易节，说不定你就能斩获标王。我记得上辈子这届水产大会的标王是条野生赤嘴帽公鱼，青黄色的布，全场评委看完没人打分，全站起来拍照。感谢方教授提醒，我有数了，等水产大会一定拿出更好的来。老龟被压了400年，他说的鱼群位置全不对，白跑了好几趟，还得是靠自己吧。总算有好消息了。这牛沙动静这么大，附近的鱼全被惊走了，我还怎么找？给我停下！这风沙说什么东西？看来他们满脑子只有原始攻击欲，根本没法正常沟通。哼，自找的。我们本来在海藻林里跳舞的，他们突然就冲出来咬我们，好痛！多谢你出手相救，这片藻林近来被牛鲨占了，我们族群差点被赶尽杀绝。放心，以后他们不会再来闹事了。你们常年在海藻林里，见没见过一群金色的大鱼？东边那片沙地以前有，不过最近牛鲨到处乱窜，把鱼群都惊走了，我们也有阵子没见着了。行，你们快走吧。这鳞片应该就是目标了，
羊皮卷的指示就是这附近，应该错不了。野生大黄鱼到手了，这下海产交易节就不着急了。掌柜给你留的最好的，正对主入口，谁来都得先经过龙门。标王的事儿，你心里有底没？有，我这2天转了一圈，打听了一下，省城几家老牌子全憋着劲儿，一家弄了条蓝鳍金枪鱼，一家从日本空运了帝王蟹。放心，东西已经到手了，那几家的货压不住我这条。什么东西？透个底。好小子，不愧是你！哈哈。你这展位比省城那些老牌子大了3倍都不止。张会长是真偏心，人家是来过2天海产节，还要拿标王的，当然得给最好的位置。什么货能拿标王？过2天就知道，秦总期待一下。切，又打哑谜。这里面盖的是什么？等评审的时候就知道了。这一颗颗的珍珠品相，每一颗都秒杀我以前见过的，怪不得这么大一颗纸车鱼篮，居然只当摆衬。这么大的蓝宝石都只能摆旁边，红布底下到底是什么？肯定比蓝宝石还绝。怎么？龙门从来没听过，新牌子有这种手笔，背后肯定不简单。你们老板是哪位？这是怎么了？林总，我是守城金玉堂的林总。这种级别的珍珠后面还能稳定供吗？考虑后续合作吗？这刚摆出来就有识货的，看来此行不虚。临江仙的厨师长到了，油麦王已经搬进去了。好，万事俱备，就等开场了。这什么鱼？这么长？深海油鳗王，今天现宰现做，免费尝。油鳗王，这东西离了深海活不过半天，怎么做到的？各位，这条油鳗王是龙门水产供给大家免费品尝的，现宰现做，3.2米，活的，整个省城你找不出第2条。入口就化了，比我在省城日料店吃的500块一份的强太多了。小伙子，这鱼得多少钱？市面上至少20万，今天龙门请大家免费吃。20万，白请！这龙门到底什么来头？20万的鱼不去海产节争标王，拿来白送，就冲着大手笔，他们里边的货肯定差不了。各位，油鳗王只是开胃菜，龙门展位里还有曲池和蓝宝石，那才是真正的镇店之宝。吃完里边请。人流量起来了，等会儿评审组过来，这么多双眼睛盯着，砗磲一亮相就是全场焦点。这波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各位参展商，本届博览会珠宝组评审现在开始，由陈启明老师带队，逐一展位评审打分，请各展位做好准备。终于要开始了。淡水珠光泽发闷儿，下一个。料子还行，工太差，没新意。那边怎么围了那么多人？陈老师，那是龙门新牌子，评审表上最后一个。一个新牌子哪来这么多人？走去看看。这珍珠的荧光，矢车菊蓝，6道星芒，还是原石，一个新牌子。哪来这种级别的料？这珍珠品相，一颗就秒杀前面所有展位。这么大一颗纸车居蓝原石，居然只当摆衬，那红布底下盖着的得是什么绝世宝物？蓝宝石保留原石，南洋珠另做系列，既没糟蹋大料，也把品牌撑起来了。这个思路不错。你们龙门的设计师是哪位？他，我们龙门的首席设计师苏小荷。苏小姐，我是省城金瑞祥的林总，你们这设计师有点水平。
不过窝在你们一个新牌子底下，可惜了。我们那边缺一个设计总监，报价年薪30万，如何？好家伙，这可是2000年的30万，挖我的一个新人设计师，30万，金瑞祥挖人是真舍得下本，当着人家老板的面挖人，也太不把龙门放眼里了。让他自己选，我对他有信心。我在龙门挺好的。嫌少？这是我的名片，想好了打给我。我们金瑞祥在省城珠宝圈做了20年，跟一个新牌子，你觉得哪个有前途？林总是第一个肯用我的人，也敢把这么好的料交给我，我不能辜负他的信任。劝你别挖了，他手上这批料，你们整个省城凑不齐。这些我已经有数了，现在可以看了吗？各位，这才是龙门今天的镇店之宝。这七彩光跟活的一样。七彩玉蚕石，这东西我只在古籍图鉴里见过，尺寸这么大，品相这么完整。不对，不可能，国内从来没出过。我陈启明鉴定珠宝30年，今天是头一回，不知道该怎么打分。这东西到底值多少？没法估价。没法估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全国珠宝行当里找不出第2颗来做参照，硬要说1800万是底，上不封顶。啊！1000万！陈老师，您这话说的太满了。一颗贝壳珠子再好看也就是个摆件，1800万哪个冤大头会掏这个钱？你们金瑞祥去年在佳士得拍了条翡翠珠链，成交价2300万。那条珠链每一颗珠子都是同一块料，但那个绿色跟这个七彩比，你觉得哪个更稀罕？你没话说了，是因为你也知道，你金瑞祥吃不下，不是没钱，是级别不够。刚才挖人，现在砸场，这大老板怎么净干小丑的事儿？陈老师，怎么样？张会长，这龙门背后是你在撑？跟我没关系，货是他一个人弄的。我作证，从头到尾都是林海自己。了不起，有这样一个年轻老板，这龙门的前途无量啊！林总，以后可以多多交流，有好东西找我，我免费鉴定。陈老师客气。各位，本届博览会珠宝组评审第1名龙门，实至名归，一个新牌子拿下珠宝组第1，省城珠宝圈要变天了。大哥，过来，这是我大哥林建业，龙门水产的负责人，后续合作的事儿，各位直接跟他对接。这我怎么？你好，你好，龙门水产，请多关照。大哥前几年卖婚房替我还赌债，弄得老婆带着孩子走了，这是我造的孽，必须承担。大嫂和侄儿该接回来了。张会长，有个事麻烦你，帮我在本地买别墅，写我大哥名下。买房子？你找对人了，3天之内帮你办妥，别让我大哥知道。有苦衷吗？明白。大哥前几年卖婚房替我还赌债，弄得老婆带着孩子走了，这是我造的孽，必须承担。大嫂和侄儿该接回来了。老龟，我大哥要去跟大嫂赔礼道歉，得有个拿得出手的东西。你在这片待了3000年，有没有合适的？还真有一对玉镯，叫什么记不全了，就记得那镯子通体跟冰一样透，里头有金色的丝纹。金丝对镯，和和美美，这个寓意好，给大哥大嫂比金戒指强，在哪个地方？龙宫东配殿的藏宝阁，不过地基沉了，3000年过去，现在歪到哪儿去了，我也说不准。没事，你指个大致方向，剩下的我有办法。跟我来。不对，这不对呀！怎么了？龙宫东配殿呐，那么大一座偏殿全没了。3000年前我明明来过，门口那2根盘龙柱老高了，现在连个影子都没了。地形变了，你再仔细看看，有没有什么还认得出的？这是廊柱的柱基，上面龙鳞纹还在，应该是埋在东边了。有反应，方向是对的。往东走，走！我要翻了，要翻了！3000年了，这地方以前没有这么急的暗流。我不下去了，太吓人了！你一个活了3000年的龟，
怕一道逆流？我老归老，命还是要的，反正你得护着我，不答应我不走了。行行行，服了你了。往左，不对，再往右一点。对，就这个方向，前面那块歪石柱，看见没？过了石柱，往右拐。你指路能不能准一点？看到没？我说了往这边吧，你有你的，我看我的。行行，你说了算。是虎鲸在求救。太好了，快帮帮我，我快撑不住了，孩子会被压死的。让开，我来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妈妈，我的尾巴会动了。谢谢，谢谢，你是我们娘俩的恩人。我问你个事儿，这一带你熟不熟？那当然，我在这片住了10几年了。我们在找龙宫的东配殿，3000年前的旧宫殿，方位在东边，但入口找不到了。我知道，前几年地震，崖壁塌下来一块巨石，正好把一扇石门堵死了，从外面看根本看不出来。怪不得老龟找不到。你等着，我叫族群里能出力气的过来。哥，搬个石头。原来你说的巨石就是这一半断崖，就是这儿。你们进去吧，我们族群在这附近巡游，以后路过打个招呼。河源金缕玉镯5星，跟老龟说的一模一样。大哥有希望了。东配殿没错了，这里通到藏宝阁，那是我以前经常趴着休息的石台。就是这个，大嫂当年结婚的时候，家里连个金戒指都没给她。黑珊瑚原石，样子都不错，留给苏小荷做配饰。用人朝前，不用人朝后。行了行了，下次给你带好吃的。鱼塘那边深海白蝶贝第2批快出了，月底出。有心事？没有，堂里忙，我先回去了。还给我，大哥！你每个月都去隔壁县看他们，对不对？嫂子知道你去吗？她不知道，我也不想让她知道，远远看就行了。嫂子到现在还恨林家。当年你那50万赌债，我卖了婚房替你填的。她带身孕走那天，下雨走的时候，她说了什么？别问了。大哥，都到这一步了，说吧，我能听。他说这辈子不想再见到林家人。大哥，我欠你的，嫂子那边我陪你去。你去更糟。算了，这事儿就这么着吧。这个你拿去，大嫂当年怎么走的，就怎么风风光光接回来。这东西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，你拿回去。贵重才配得上大嫂，你当年连婚房都替我卖了，这对镯子算什么？好，我去。见到他，我也告诉他，你现在不一样了。瑶瑶，你和果果回来了？果果他想回来。站在那儿干嘛？有事就说。等忙完海产交易节，大哥要去隔壁县接大嫂和侄儿回来。他肯见你们林家的人了？不一定，所以我想你跟我一块儿去。大嫂最恨的是我，大哥一个人去不一定压得住。你在旁边，女人跟女人好说话。你是让我去帮你大哥说情，也是帮我。当年害大哥卖婚房的是我，现在把他家重新凑起来的也得有我。果果带上吧，孩子在场，大人不好翻脸。好。以前你只会把家里人往外推，现在倒知道替大哥把这个家找回来了，确实不一样了。大哥的事儿定了，我这边总不能落下。这次海产交易节是个机会。果果，明天海产交易节最后一天，可热闹了，有大黄鱼这么大，金闪闪的，还有大螃蟹、大龙虾，满场花花绿绿的，什么都有。爸爸，你是不是想叫妈妈也去？包在果果身上。妈妈，爸爸说海产交易节有大黄鲤，比我个头还大，金色的，还有大螃蟹，咱们家的大鱼也在。走走走。行，去。不是说你要参加海产交易节吗？还要不要人手？临江鲜的厨师我可以调2个过去。要，现在缺的就是优秀厨师。行，那鱼呢？
我记得你之前好像没怎么准备，这点时间准备来得及吗？没问题，鱼这块不用担心，我自己能搞定。抓紧在下趟龙宫整些大批量的食用鱼。现在不是个人了，要代表龙门，不能只争标王。个头不错，带走。食用海产，龙宫真是要多少有多少，而且绝对比外面的都要鲜活。小小海产节，拿下！品相不错，冰鲜空运的，状态保持得很好。看见没？那条蓝翅金枪鱼，省城老牌子，花大价钱从日本空运的。帝王蟹也是北海道直送，都冲着标王来的。海丰水产野生赤嘴毛公鱼，各位评委，请过目。海丰水产上辈子标王就是他们的。这个钱总当年拿了标王之后，在省城风光了整整1年。赤嘴萌，这豹的颜色金得发红了。这届标王没悬念了，赤嘴木都拿出来了，咱们还比什么？提前预定标王了，散了吧。你那东西呢？让他们再封一次，马上。妈妈，爸爸什么时候出来？快了。下一位，龙门水产。带鱼族，这是带鱼族大黄鱼。什么？刚才赤锥蛮都以为稳了，这龙门直接杀出一条带鱼族。带鱼族，这条比刚才赤嘴盲公鱼还稀罕。我研究水产30年，头一回见到这么大个的野生带鱼族，比赤嘴盲还稀罕。这鱼你从哪儿捞的？东海，运气好碰到了。妈妈，他们干嘛都围着爸爸？爸爸的鱼太厉害了，大家都在看。本届海产交易节标王龙门水产，爸爸赢了！爸爸赢了！龙门今年第1次参展，各位，大黄鱼不是龙门唯一的货，展位上还有野生赤鲷、马鲛鱼、石斑、锦绣龙虾，全是今天早上刚出手的新鲜货。看完标王，欢迎去龙门展位看看。还有锦绣龙虾，走去看看。今后临江鲜酒楼的海鲜，龙门全包了。各位想要同等品质的，展位上找我大哥林建业。爸爸，这些红色的鱼全是你捞的？全是我捞的。这个虾好大，它会不会夹人？会，夹一下比你手还大。哇，这条就是你争霸王的那条92厘米，整个省城找不出第2条。妈妈，你笑了？没有，就是笑了，我2只眼睛都看见了。老弟，一家3口逛着呢，不好意思啊，但我朋友实在是急有事儿。没事，会长带来的肯定都是自己人。说吧，介绍一下，老李，隔壁省的李总，做了半辈子外贸水产，手上海外渠道比我省城商会还多。张国盾那条黄金魔美鱼是你弄的吧？我跟他斗了10几年，这次输给他，没想到是栽在你手里，佩服。李总给我讲了，老李他母亲肝病，医院方子缺一味极品海马，野生的品相不够，人工的更不行。你之前给你爸弄过药材，有没有门路？我妈病了半年了，别的药材都能找到，就差这一味。你要是能帮，我老李欠你一条命。什么品相的海马？体长15厘米以上，野生的，市面上10厘米就算大了，15厘米的我这半年翻遍了，一条没有。我试试，完成不成，我记你这个情。李总，救人要紧，林海能帮一定帮。弟妹明事理，打扰你们一家，我更过意不去了。以前总是家里替他收拾烂摊子，现在他能救人，我也替他高兴。瑶瑶，你先带果果逛着，我去找大哥说一声。
大哥，接大嫂的事儿得往后推1天了。怎么了？救命的事儿，就是有个朋友母亲生病，缺一味药，我得马上下海找一趟。这事儿要紧，你去，我这边不急，10年都等了，不差这2天。野生的海马，15厘米以上的，这附近有吗？海马？你要那玩意儿干嘛？救命用的。以前这片有海马群，最大的有手臂长，在裸岩枫林那边的柳珊瑚林里。不过那片枫林现在有一群锤头鲨站着，不太好惹。我的地盘还有不好惹的，那我更要去看看了。让一让，我急着找东西。不沟通，行。服不服？服了。这是想认我当首领？行，先让路。这几条品相够用，救命用的东西就不多拿了。再往前走走，那边有座死火山，山口里面有东西。我上次跟你提过的宝石矿脉，下次吧。海马到手了，先上去救人要紧。15厘米，不对，这条有20厘米。我翻遍全省半年没找到，你几天就弄来了？怎么样？我就说这小子有本事吧。你翻遍全省半年没找着的东西，人家几天就送到你手上。服了，真服了。张国栋，你跟我斗了10几年，就这件事儿，你眼光比我准。医院的方子凑齐了，我妈那边有救了。林老弟，我老李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，先治病，其他的以后再说。大恩不言谢，我也不说虚的。以后你们一家在省城遇到难处，尽管找我。尤其孩子上学的事儿，我在几所学校还能说得上话。那就提前谢过李总。妈妈，爸爸回。嘘，让他睡。我怎么在沙发上睡着了？休息饱了，今天帮大哥团圆。那孩子长这么高了，上次来的时候才到我大腿。爸爸，我们来这里干嘛？来接大伯母和哥哥回家。你来干什么？小豪，我是……你走。还有你，林建业当年卖房子替你还赌债，你还有脸来？嫂子说的对，当年是我害了这个家。伯母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果果。乖。大嫂，我是舒瑶。林海以前什么样我最清楚，他赌钱借高利贷鬼混，我被他伤得比谁都深。但是林海他现在变了，我看到他的决心和努力。大嫂，你给大哥一个机会，他现在是鱼塘负责人，存折也有了，就缺你们母子回来。当年结婚的时候啥也没给你，这对镯子不是求你原谅，是补上我欠你的。晚了10年，林海现在也不一样了。你要是还恨他，冲我来，恨我这些年没出息，恨我没早来。但只要你愿意见我，我每个月都来这里等你点头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蹲在街角看，一看就是一下午。你以为我瞎了？10年了，你每个月都来，我不知道你在那儿看什么。你儿子就在这儿，你过来认啊！爸爸。妈妈，大伯哭了。没事儿，是好事儿。回家吧。回哪个家？回那个，我现在管着鱼塘10几号人，薪资也不错，马上就能真的。大哥，你不是都准备好了吗？先上车，我带你们去。啊？这是
当年娶你的时候，我说过，给你一个家。晚了10年，今天补上。林海，临江仙现在出了点事儿，你有空过来一趟吗？是急事吗？有点急。秋叶亭的田中在省城到处放话，临江仙的生意被他搞得有点难看。行，我马上来。看我干嘛？你现在不是大忙人吗？不忙工作愣在这里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本来这2天说好陪你和果果的。我可没同意，而且果果有我们在，不用你陪。对了，果果也快到上幼儿园的年纪了，抽空咱们一起。这种事我弄就行了。你现在的任务不是这个，还不走？走，马上走。这篇是前天发的，昨天他又在省城电视台做了个专访，说龙门拿标皇是运气好，就是联合临江仙搞的噱头，就是昙花一现。他卖他的日料，临江仙卖临江仙的，各做各的，骂我们干嘛？因为省城分店，临江仙省城分店一开，秋叶亭生意掉了30%。所以这个田中急了，他这篇文章也不是给时刻看的。对，是给省城餐饮圈看的。田中准备在周末办一个东瀛极品海鲜品鉴宴，被请了省城半个餐饮圈。请了这么多老板，他想干嘛？他是在逼省城餐饮圈选边，谁不捧秋叶亭，谁以后就别想进他们那条供应链。这倒也是，2000年这会儿，日货各种西洋货很受国内欢喜。那就让他蹦跶，等他蹦跶完了，我们拿东西出来，直接让他变成小丑。你打算怎么做？光靠食材不一定能扭转风向，得有个在餐饮圈有分量的人站台。我想到一个人，全国名厨孙老，退休前是国宴厨师长，餐饮圈没人不服，但我之前联系过他，根本懒得理我。这种人物，这次带我去试试，我看看有没有机会。孙老，临江仙想在省城做一场品鉴会，想请您。秦总，我退休以后就不掺和这些了。你去年找过我，今年又来，答案一样，不去。孙老，秋叶亭的田中最近在省城到处放话，说我国海域产不出高端食材。我这把老骨头，这种纷争参与不起。孙老，这是战争年代，孙老的太爷带着菜谱坐船逃难，结果船沉了，后来凭记忆补写不全。我太爷死前还在念叨，菜谱丢了，孙家的根断了。到我这一代，还是有心无力啊。秋叶亭那边是不是拿菜谱的事儿来找过您？你怎么知道？猜的。我不信孙老这样的人物袖手旁观，除非有人要挟。他们手里有一本《孙家海味录》，说是从日本一个收藏家手里收来的。田中开了什么价？他们的意思，归还孙家菜谱，到时候帮秋叶玲站台。您答应了？没答应，也没拒绝。我不想占秋叶亭，但我老了，菜谱是孙家5代人的根，根在外面，我睡不着。那本菜谱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哪艘船上？永昌号。永昌号，龙宫沉坟场里有艘铁壳船，我记得船首刻的就是这2个字。也许就这么巧，还有机会。孙老，菜谱的事儿，您给我3天。就是他，永昌号，就是这里了。签封还在，没人打开过。孙氏海味录全本，在海底躺了半个多世纪，自己还能看。孙家5代人的心血，真让我找到了。怎么又来了？别急，孙老，没事，我怎敢打扰您？这个签封，这是民国时候的封法，我太爷爷的书箱上用的就是这种签封。这是我太爷爷的字，你看这个申字，他的草书最后一笔永远是往上挑的。我爷爷也是这么写的，我爸也是这么写的。我爷爷死前念叨的就是这本书，他说菜谱丢了，孙家的根就断了。现在菜谱回来了，好啊，孙老，菜谱回来了，现在没人能拿这个要挟你。田中那边我会回绝，临江仙的事有什么要求？你说，我一定尽全力满足你们。要求只有一个，就是希望你老亲自下厨，让田中那帮人见识见识什么叫中国海味。我也这么想，不过田中那边还是有本事的。应战的话，食材不能拖后口。你要什么食材？要赢山本，我有3亚种：蓝龙虾、帝王蟹、野生海参王，这3样随便其一，我都有10成把握。可惜什么？但蓝龙虾是变异种，几百万分之一的概率；帝王蟹国内极罕见，海参王要半米以上的野生货，短时间内上哪儿去找？这就不劳您老费心，找东西这事儿我在行，我3样都给你凑齐了。没有这么容易的。蓝龙虾、帝王蟹、野生海参王，你确定是这里？就这儿，别的地方找不到的，这里可多了。不过这底下我没下去过，太深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还能怎么办？钱呗。
还能淹死我这个龙王不成？这不颜露池吗？还能活着，这鱼还挺顽强的。帮我！别怕，我带你回深水。谢谢你，要是没有你，我就要变成这里面的标本了。以后小心颜入池，别再搁浅了。我记住了。还真老龟说的一样，别处的稀有货，这里随便找。蓝龙虾，通体宝蓝，没有一丝杂色，这是几百万分之一的变异种。帝王蟹，脸盆大，活的，半米长的野生海参，我在后厨干了20年没见过。蓝龙虾、帝王蟹、海参王，这3样随便拿一件都够上省城晚报头版。秦总，东西是好，但咱们后厨，说实话，蓝龙虾没人会处理，帝王蟹更别说了。这级别的食材得有这级别的手。你说的对，食材到位了，谁来掌勺是个问题。越是顶级越怕糟蹋，这3样我们后厨没人敢保证能做到最好。人已经到了。孙老，您怎么？林海把我孙家丢了几代人的菜谱找回来了，我欠他一个情。别人几代人找不到的东西，怎么到你手里还是1天功夫就搞定了？运气好。田中先生，您不是邀请的孙老吗？怎么最终还是换人了呢？是孙老拒绝了邱叶婷的合作邀请，我不勉强，正好就用东洋本土厨师的手艺来比。我身边这位东京米其林3星主厨山本先生，他愿意在省城会展中心与临江仙公开比拼。就问临江仙敢不敢接？田中先生，您觉得临江仙会接吗？我希望他们接，不接的话，省城餐饮圈知道谁才是真正的高端了。山本，我听说过这个人，东京银座的山本醉，定位排半年，他拿手的就是海鲜，尤其擅长处理金枪鱼和海胆。孙老，您觉得胜算多大？他手艺一定不如我。再加上他的手艺是建在东洋食材上的，空运的蓝鳍金枪鱼、北海道的海胆、色户内海的鲷鱼，这些东西从东洋运来，在冰里泡了2天，谈不上新鲜了。看来孙老很有信心。那就尽快接吧。地点省城会展中心，他请记者，我们也请；他请评委，我们把方教授和陈启明叫上。田中不是要排场吗？就给他排场。菜谱上的12种做法，我这几天重新过一遍。到了场上，我把我必胜绝学全部使出来，绝不让他们掐住一点画饼。孙老，你们孙家的菜谱不想要了是吗？菜谱已经在孙家了，昨天到的。怎么可能？难道他发现不对了？田中先生，你把全城媒体都请来了，正好，今天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笔账说清楚。山本先生，从食材的新鲜度上就能定论了，技术上更是放大了这种差距。不错，我们一致认定这场比试，孙老代表的临江仙完胜。这味道，我居然找不到能够批判的点，不可能！没什么不可能。今天这顿饭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好的，不是为了赢谁，就是为了告诉你们，这里不论对食材的选用还是技术，都不是你们东洋可以碰瓷的。田中说了，媒体的镜头全对着我们，这是最好的时机。你决定。各位，今天还有一件事宣布，龙门水产和临江鲜将在省城合开一家联名酒楼，食材龙门提供，保障是绝对的顶级新鲜食材。联名酒楼开业，我也会到场亲自下厨，在座的各位都来。林海，你到哪儿了？孙老都到了，就等你接这个红手。马上出门，果果今天幼儿园面试，我交代2句就来。分店那边催了，你们我带果果去面试江城育婴幼儿园，上次你说的那家。报完名给我电话，中午一起过来，孙老亲自下厨。行了，快去吧，这边有我。
园长，我们预约了今天面试。陈书瑶是吧？不好意思，最后一个名额刚刚已经给黄总的儿子了，你们等下学期吧。园长，我上周来的时候，你亲口说名额有，现在一句满了就打发我，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？我跟你说了，名额没了，人家黄总比你早登记半年，你非要我说这么明白？妈妈，我不想上幼儿园了，回家吧。果果懂事，我不能让他白受委屈，这个名额我一定要给他拿回来。怎么回事？填报的时候就听见有人吵，害得我名字都签歪了。黄太太，没事，就是一位家长对名额有点意见。名额？真不巧啊，这位妈妈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没有实力就不要在这儿耗着，早点去别的幼儿园想想办法。报名时间都要截止了，我现在上哪里来得及？看什么呢？等弟妹。他说报完名带果果过来，这都快中午了，电话也不接。不对劲，我过去看看。这人怎么还不走？在这儿影响其他家长，叫保安。老张，来一下大厅，把他请出去。这位家长，请你配合一下。我不走，我女儿的名额没个说法，我今天就站在这儿。滚！谁敢碰她？你是她老公，来的正好，把你老婆带走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。这个名额是我们黄家的，黄家，听懂没有？我管你哪个家的，懒得跟你废话。李总，我女儿果果要上江城育婴幼儿园，但是她的名额被人抢，我和我老婆现在被人围在这里。什么？反了天了！还有这种事？你等着，我10分钟到。装什么装？还打电话叫人？保安，把这个男的也请出去。先生，请你出去。怎么回事？这人怎么跟石头一样沉？林海，哪个抢你女儿名额的？你，我过来。我兄弟的女儿在这儿被人抢名额，被人叫保安，你们幼儿园就是这么招生的？李总，这事我一定查清楚。查什么查？现在马上把人给我推了！招生流程写得清清楚楚，先登记先得，你耳朵呢？谁让你乱来的？院长，黄总他上半年……闭嘴！这名额必须是这位果果小姐的，你等会儿到我办公室来。现在先给这位家长道歉。对不起，这名额是我儿子的，凭什么取消？就凭我是这所学校的校董，谁先登记，名额就给谁。要是有人拿关系插队，从副院长到关干长，一个都别想蒙混过去。把这位太太请出去。饿了吧？咱们去临江鲜新店剪彩吃饭去。好耶！剪彩，我要看剪彩。分店这边是不是还缺人手？秦总已经在招人了。我是说，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。舒雨现在帮你管账，大哥管鱼塘。我想来这边学管理，以后分店多了，我帮你看着。干嘛？你以为我只会切菜？不是，你早就是我们家最厉害的了。这事业也算踏进正轨了，不出意外还剩一场恶战，不过我也已经准备好了。上个月龙门珍珠出了2万件，2万件，我一个会计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。林海，你要怎么补偿我？加钱，给你加钱。光加钱有什么用？姑奶奶，我现在肩膀酸得很，快给我按按。老李从海外发过来的，欧洲3家珠宝代理商想签龙门，条件是独家代理海蓝宝石系列。他说如果你答应，半年内龙门进欧洲5大珠宝展。回他可以，但不签独家。龙门的东西不止海蓝宝石，欧洲3家加上国内的订单，年底光珠宝线就能冲到8位数。林海，你是不是该考虑再招一个会计？你一个人不够。我一个人够个屁！我是会计，不是变形金刚。张会长那边还有个坏消息要找你商量。看来这一天还是来了，我去找他。省城3家老牌海鲜通营商联合压价，想把龙门划出批发市场。他们做了这么多年，渠道比你深，价格比你低，主要是他们可以烧钱，故意赔相来挤占市场，你们短期压力很大。临江鲜这边也感觉到了，省城分店生意太好，有挺多人眼红的。不就联合打压吗？我就怕他们不打，
他们能复制低价，却复制不了我的货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我要办一场全世界仅有、无法复刻的表演——什么表演？龙门话剧。龙门话剧？话剧有什么是无法复刻的？有啊，演员，真正的演员，他们可请不到。不懂？难道有什么演员是花钱还请不到的？龙门话剧的演员还差一些合适的人选，要不去老龟上次说的核心区域找找看，他记忆力应该也恢复的差不多了。你说裂谷底下有核心区域，记起来在哪儿了吗？早记起来了。你这些天忙得脚不沾地，一直不来，再不来我又要给忘了。现在抽空了，带路吧。走吧，那地方我上次去还是龙宫没沉的时候，过了几千年，不知道里面变成什么样了。这玩意儿每年都从这里过，几千年了，一次没迟到过。龙门，原来我这名字还取对了，真有地方写着叫龙门。城中心这么大一个洞，这是自然形成的吗？应该不是，但是里面应该有说法。那是什么声音？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这整个盆地全是宝藏，金珊瑚、珍珠贝场、白金锭、青花瓷，这里到底积累了多少个世纪的宝藏啊！好神奇的歌声，孤独、古老，也不知道相隔多远。我模仿回应试试。他愿意跟我交流。你的歌声真好听，可惜岸上的人一辈子没听过。你愿不愿意唱给他们听？我唱了很多年，从来没有谁回应我。岸上的人也愿意听吗？愿意，会有很多人听见。老龟说他活了3000年，这里的历史绝对不止3000年。龙宫不是神话中来，而是一座失落的城，也许是曾经无比繁华的港口城市。不过最重要的，有这片龙宫在，龙门以后不缺根基，根本探不完，捞不光。舒瑶，我之前一直在做一个梦，已经快要做完了。什么梦还能连续做？我的这个梦里有一座城，但是不在地面，在海底，没人知道是哪片海。城里有破碎的宫殿、街道、牌坊，现在它的居民是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。这就是你说的龙门话剧的灵感？对，我现在要把这个梦复刻出来，让观众看到一个真的龙门，全世界独一份。那些演员是鱼吗？你让他们怎么上台？我在海里认识了一群朋友，虎鲸我救过他的幼崽，福分我救过他的幼崽，锤头鲨被我驯服了，黄带鱼我救过他的命，鲸鲨跟我同游过，蓝鲸用歌声跟我说过话，只要我叫一声，他们会来。你交了一整个海底的朋友，你也相信吗？以前那个赌鬼我不信，现在的你，我信。那你说我们人吃的零食，他们也喜欢吗？这我也不是鱼啊。老龟，我要请你上台。上台？上什么台？水族馆，龙宫布景，你当龟丞相，虎鲸当护卫，福分当舞者，黄带鱼演龙王，蓝鲸唱歌，全国直播。你要我上台演戏？免费抠腾湖，管一辈子。你这个条件，我活了3000岁，第一次觉得没法拒绝。那其他的呢？他们同意吗？会同意的，我可不会让他们白干，要让他们心甘情愿的干。3000年了，第一次有人能把这么多家伙凑到一块。你打算管这支队伍叫什么？龙门话剧团。你这是带了什么？岸上有你们没吃过的东西，先尝一口。还有吗？别急，别急，都有。真好糊弄。什么糊弄？这叫合作。先让他们知道
跟我上岸不会受委屈，也就你活了3000年成精了，他们可还没成精。今天请大家来，是有件事拜托你们。岸上有许多观众想看你们的表演，不用做别的，就像刚才那样游，那样跳舞。事成之后，这些零食管够，以后一直有。3000年了，我第一次看见有人用来零食拉拢一支海底军队。龙宫话剧，你把虎鲸、浮木、鲸鲨全弄到岸上来，活的，你打算怎么运？我有办法。行，反正和海产有关的都难不倒你。要多少钱？建水族馆的钱你投。投。老李你呢？海外媒体我来拉。开幕那天，国外的水产商我全叫来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你刚才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龙宫话剧，全世界等着看。建水族馆的地皮我来沟通。省城会展中心旁边有块空地，之前是规划的海洋科技馆，立项了，但一直没动工。方教授那边打个招呼，应该能拿下来。怎么感觉我反而不用太忙活了？你这话，反正这把年纪了，跟着老弟你畅快玩这一把。说好了，那就动手。方教授这张老脸一刷，那块地直接批下来了。海洋科技馆的立项躺了5年没人动，你1个礼拜就给盘活了。我也不是为了你，你们水族馆的蓝鲸，活的蓝鲸，全中国的水族馆没有一家有。你要真把活的蓝鲸弄进这个穹顶里，全世界的海洋生物学家都会飞过来看。蓝鲸会来的，虎鲸、不粪、鲸鲨、黄带鱼都会来。你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，随便拿出一样都够写一篇博士论文，对吧？那方教授多带几个博士生来。你那些演员什么时候到？今天。这么快？不愧是你，那我反正期待着了。3000年了，第一次看见有人领着一支海底军队赶路，你打算管这个叫什么龙门迁徙？不是迁徙，是巡演。嘿呦，你这地方布置的和龙宫还有点像啊！那是，我可费了大心思的。龟丞相，话剧彩排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喂，你又当甩手了？明天就是开幕现场了，明天过后，世界就会看到龙门。妈妈，鱼在天上飞。林海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各位来宾，龙宫话剧现在开始，请欣赏龙宫武将虎鲸出巡，龙宫舞者扶粪，龙宫侍卫锤头鲨，龙王驾到黄带鱼，龟丞相宣旨，龙宫礼乐起。我研究海洋生物30年，还是第一次看见蓝鲸主动配合人类。这场表演改写我们对他们30年的认识，果然学无止境。欧洲5家电视台，东洋2家水族馆，白头鹰国家地理。老李，你把话说全了行吗？转包全，派团学习，专题报道，全是龙宫话剧的，全世界都找上门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当初你说搞话剧，我心里想的是这小子疯了，现在全世界跟着疯。蓝鲸上台唱歌，亏你想得出来。美国那边好几个海洋生物学家给我发邮件，那个林海到底是什么人？就说是个打鱼的。我教了30年书，头一回被外国人追着问一个中国年轻人是谁。省城、江城、沪城3家分店同时来谈，每家都要龙宫话剧的授权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门票半个月破全省纪录，录像带订单排到明年3月。林海，你过来看看这个数字。
我算3遍了，每遍都不一样，太多零了，我计算器要炸了。老李刚传过来的，欧洲代理、龙门珠宝和龙门水产一起签，走向欧洲的船票就在这儿，就看你的决定了。这船要不要出海？这么多，全要我签？你现在可是大老板，你不签谁签？我就是个打鱼的，这些东西你们看着办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林老弟，你去哪儿？接果果放学。跑得比鱼还快。上辈子削尖了脑袋往上挤，总觉得混出名堂才算没白活。这辈子才明白，这金山银山都不如家里有人盼，山珍海味都不如一口等你的热饭金贵。爸爸，回家吃饭，妈妈做了红烧鱼。走，回家吃饭。